当洛克黑化起来，他就是一个彻底的疯子。加西亚对于这样的洛克感到害怕，洛克有件事要委托他，同时莱维的枪也抵上了法拉的脑袋，拳脚功夫是抵不过枪的，能说话到最后需要的是决定性的力量。法拉不甘示弱，说莱维的笑容不过是骷髅在万圣节中展现的笑。莱维听到这里，突然收了枪，哈哈大笑。他可是抱着枪从死人的国度来的，他们是，罗贝尔特也是，那群士兵都是。别忘了给他们的墓碑上供奉金盏菊。两人的谈话同时结束，加油船深夜来给鱼雷艇加油。加西亚突然一言不发地跳下了船，他受够了被这帮人玩弄在鼓掌之中。当然，他才不会去寻死，而是想要清醒。法拉吓得急忙去拉加西亚上来，结果反被加西亚拽下了船。他已经不会再迷茫了，想必法拉也已经看到了罗贝尔特疯狂的样子，他连自己是为了什么和谁复仇都不记得了。加西亚知道，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罪行赎罪。他觉得简简单单的把杀人的善恶进行判断是不诚实的。加西亚发誓一定要将罗贝尔特救出来，不管洛克唆使他干什么，只要能达成目的，他都会去做。当然，法拉先回委内瑞拉，就算一个人，他也会将罗贝尔特救出，成为他的拐杖，一起走下去。法拉突然解开头发，说这已经是主仆关系之外的事了。罗贝尔特也许一直都会这样，就算能一起回去，痛苦仍旧会延续。即使这样，他也要去做吗？法拉一直把加西亚当作娇贵的少爷，他以为在看到那么多可怕的罗贝尔特之后，加西亚一定会放弃，但加西亚没有，他不能任由罗贝尔特抛尸荒野。于是法拉坚定地握住加西亚的手，既然如此，他们就干吧，他们绝对能做到。莱维被法拉几句话搞破了防，什么狗屁的家人的爱，他可是在没有任何保护他的地方长大的。回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事，他就觉得一阵恶心。鱼雷艇在预定的时间内进入了湄公河的三角洲，加西亚单独去见了上校，并将他的枪还了回去。他不会原谅上校的所作所为，但他并不是要开枪，而是有话要和上校说。也不知道加西亚和上校谈了什么，双方达成了共识。少校召集队友，告诉他们在下船之后会再度遭遇罗贝尔特的攻击，他们要为了任务全力奋战。法拉跑去质问洛克究竟让加西亚做了什么，洛克心情很好的给他透了点。法拉很生气，洛克怎么能让加西亚去做这种事？洛克反问他，现在是什么都不做都能解决问题的情况吗？洛克从一开始就算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把无关运气的因素全部排除，这是赌博的常识。到最后的最后，只需要赌运气的时候，赌博将变成最棒的东西。很快，鱼雷艇来到3个国家的正中，谁也不敢插手的争议地带金三角。灰狐部队的海上旅程到此结束，一个人乘坐汽艇离开河边，洛克得意的笑出声。这一次是他赌赢了，张大哥输了。灰狐分成小队潜入森林之中，警惕地朝着预定地点移动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小队发现了异常，村庄前方的河流中插满了密密麻麻的棒状物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小队都发现了相同的情况，像是结界一样的围住中央的村子。加西亚明白罗贝尔特已经在这里了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村庄附近，但这里却出现了异常情况，村子里没有人员活动的迹象，而且还发现了好几具尸体。而再靠近一看，果然发现了罗贝尔特的踪迹，他已经压制了整座毒品基地，这里只剩下了灰猴和猎犬。罗贝尔特同时也发现了军队的到来，他割下俘虏的一只耳朵，然后带着俘虏逃入林中消失不见，借着夜色的掩护潜入林中，悄无声息地干掉了2名队员。上校立即下令全员解除夜视装备，戴上防面具，做好近战的准备。一个小队在林中发现了被绑在炸弹上的俘虏，需要输入号码才能解除装置。上校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陷阱，马上让小队从俘虏身边撤离，但是已经迟了，钢针瞬间贯穿了一名士兵的胸膛。罗贝尔特用滑膛枪将钢针射了出去，防弹背心根本没用，他在这里插满了管子，就是不让敌人任何一人回去的无声宣言。在丛林里的小队就像是瓮中之鳖，根本不知道罗贝尔特会从哪个方向进攻。罗贝尔特匍匐在罂粟田里，朝丛林边缘的士兵发起突袭，埋伏在周围的炸弹被引爆，罗贝尔特在逃窜期间被上校命中，上校避开要害直击腿部。按理来说，罗贝尔特应该不能动了才对，但他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继续前行。加西亚知道这样是没用的，伤口只会更加激怒他。罗贝尔特的手和腿都被射伤，但他却像感觉不到一样，毫不犹豫甩掉了自己断裂的手指。罗贝尔特像疯了一样在林中展开屠杀，但他也很快伤痕累累，动弹不得。这时对讲机里传来了加西亚的声音，让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，他在那里等着他。被法拉几句话搞得心神大乱的莱维在船舱里辗转反侧，出门一看，洛克还在守在船头等待战局，现在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下起舞，包括罗阿纳普拉所有人的命运。莱维把枪对着洛克，他和这里的牵扯太深了，让他办完这件事就滚出去。然而此时洛克的眼里只有即将分出胜负的兴奋。到了早上，这里的巡逻队就会到来，到时候一切事情被曝光，不过在此之前就会分出胜负。莱维质问洛克知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立场，他才把自己往绝路上推。洛克却说他看得见今后的路，他忤逆了张大哥的
意思，而且对方居然不管他，还默认他和加西亚一起离开，而且他们也没有杀死罗贝尔特，反而放跑了他们。因为张大哥不只是想把罗纳纳普拉隐藏起来，他还要借助罗贝尔特去挫美军的锐气。这里是毒品的原产地，卢瓦纳普拉是中转站，张大哥让罗贝尔特和美军站起来，就能理所应当的断绝美国司法当局介入金三角事务的可能。但是洛克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这是他对卢瓦纳普拉的复仇。曾经那些因为这里而毁灭的人，他没能伸出援手，这次他一定要让跟卢瓦纳普拉有所牵连的不幸终结。至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不在乎。那个和平的故乡他已经回不去了。莱维问洛克为什么要离开黄昏来到这边，来到这里终日是黑夜的地方。洛克知道要分出胜负只能来到这里。他终于知道了莱维每天都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度日的。结果莱维二话不说给了洛克一脚。加西亚赶去和罗贝尔特会合，老实说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害怕。法拉虽然不知道洛克和他说了什么，但还是紧紧抱住加西亚，给予他力量，是他的话就一定能做到。伤得不轻的罗贝尔特如约来见了加西亚，一看到上校也在深恶痛绝，他已经不知道加西亚是真的在这里，还只是他的幻觉。死去的人一直在和他说话，他连自己活着还是死了都不清楚。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，只要完成复仇他就回去，回到他们开满花的庭院去。加西亚告诉罗贝尔特，复仇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罗贝尔特不明白加西亚为什么就这么放弃了，他们杀害了他的父亲，让他如此的悲伤，还夺走了他的一切。罗贝尔特错了，不管他制裁谁惩罚谁，他的罪行都不可能得到救赎，所以能亲手终结罪行的人不是他。加西亚突然对着上校开了一枪，这样一切都结束了。罗贝尔特破了大防，少爷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，他根本就不是少爷。加西亚一直在想，如果见到罗贝尔特要和他说什么，但是他知道语言实在太过匮乏。加西亚把枪对准了罗贝尔特，他要在这里赌上一切。如果罗贝尔特相信他，打出的子弹就不会伤他分毫，就让这场赌博，这场持续已久的死亡之舞，不幸的复仇连锁全部结束吧。罗贝尔特瞄准的手颤抖不已，在加西亚开枪的瞬间，他下意识进行了回击。罗贝尔特吓坏了，他急忙扔开枪解释，他没想过还击的，只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明明开了枪，罗贝尔特却都毫发无伤。加西亚走过去稳住罗贝尔特，说这样就算结束了。小伙的年纪轻轻，志向远大，然后就因为腹部的伤口趴在罗贝尔特身上起不来。而就在这时，被加西亚击中的上校居然又站了起来，看上去根本没有中弹。罗贝尔特气得想要去拿枪，却被加西亚拦住了。少校被他开枪打了，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他们也一样，这里没有生还者，剩下的只有罪孽。罗贝尔特背负的东西，让他也来一起背负，今后就让他来支撑罗贝尔特，相依为命。洛克躺在甲板上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天亮之后，美军回到了船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。洛克总算发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，这一下他终于能够拯救别人了。然而法拉却突然给了洛克一枪，他们能活下来只是运气好，而洛克不过是混着善意让加西亚去玩柬埔寨轮盘的混蛋。没错，洛克给加西亚那把枪里装的是空包弹，根本就打不死人，他们不会再来这个地方。至于洛克，就在卢瓦纳普拉起舞到神厌倦为止吧。洛克并不后悔，尽管如此，他也赢得了唯一的东西。在那之后过了几个月，张大哥的回礼才姗姗来迟。卢瓦纳普拉没有丝毫变化，用活人的眼睛来看，这座城镇很痛苦，但那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不然就成为真正的死人了。而洛克也明白，终有一日他也会到达那个地方。